在今年的珠海航展上，此次亮相的武器包括传闻已久的中国远程超视距空空导弹霹雳15，此次展出的为霹雳15E型导弹，这是款神秘导弹服役以来的首次公众亮相，因此吸引了不少外媒的关注。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在今年的珠海航展上，众多高科技的国产武器装备悉数重装亮相航展现场，包括20系列家族成员和首次亮相的一大批无人机和军舰等先进装备，为航展增添了一抹亮色。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亮相的武器包括传闻已久的中国远程超视距空空导弹霹雳15，此次展出的为霹雳15E型导弹，这是这款神秘导弹服役以来的首次公众亮相，因此吸引了不少外媒的关注。印度的军事专家班纳吉则认为，霹雳15导弹的服役巅峰了美国的导弹优势。多年来，美国制造的 AIM-120系列中程空空导弹是中程空空导弹的标杆，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空空导弹之一。但是由于霹雳15的问世，这可能对美国的空中力量构成重大挑战。印度专家认为，霹雳15是霹雳12的改进版本，发动机经过了重新的设计，弹翼由三角形变为面积更小的多边形。这样做是为了能够使霹雳15导弹完美契合歼20和 FC31的机腹弹舱。按照中航声称的出口型霹雳15可以攻击超过150公里的飞机、无人机、巡航导弹等空中目标导弹的速度为音速的4倍，由中国首创的双脉冲发动机作为动力的主要来源。但是150公里仅仅是出口信号。英媒声称，实际上解放军自用的霹雳15空空导弹的射程应该是200千米左右，这一射程超过了其他西方同类型国家的所有空空导弹。霹雳15导弹的电子系统和数据链系统也是非常先进的，采用了双向反馈的数据链，可以完美的配合先进战机或大型雷达设备进行随时修整弹道和中距制导功能。霹雳15的雷达导引头则采用中国自主创新的小型有源相控阵雷达导引头，这种导引头的探测距离更广，精度更高，抗干扰性能更强。目前，解放军空军只有3种战机装备了霹雳15导弹，分别是歼10C、歼16和歼20，而上述这3种战机均装备了有源相控阵雷达。可以看出，霹雳15需要挂在先进的战机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印度的军事专家班纳吉还认为，此次展出的出口型霹雳15E虽然射程超过150千米，相比解放军自用的霹雳15少，但是最大射程依然比美国的 AIM-120D 的120至130千米射程要远不少。而这种出口的霹雳15E导弹对印度无疑也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巴基斯坦当前组装的枭龙 Block 3型战机已经具备了发射霹雳15的能力。如果将来巴方能够购买一批此款导弹装备部队，那么将给印度空军造成致命的威胁。美国方面也是非常担心霹雳15导弹，美媒则是认为霹雳15导弹凭借超远的射程可以抵消美国长期倚仗的空中优势，这让美国深感不安。美国的空军杂志报道了美国空军现役高官赫伯特·卡莱尔将军的讲话，证实了霹雳15对于美国人的威胁。卡莱尔将军声称，必须发展比霹雳15射程还远的导弹进行反制。而且，美媒还认为，中国空军此次展出霹雳15导弹，欧尼公开亮相，是因为中国方面肯定拥有了更加先进的导弹，因此才大摇大摆地把霹雳15拿出来公开展示。美媒给出的依据则是，早在几年前的公开照片就已经展示了中国空军的一架歼16战机挂在了一枚超长空空导弹的画面。此款导弹按照美媒的分析为6米左右，比霹雳15导弹还要长一大截。美媒给出的代号则是 PLXX 超远程空空导弹。美媒综合分析，此款导弹的射程可能是霹雳15导弹的2倍，达到了400千米的射程，主要是用于狙杀远距离的美国预警机、侦察机、反潜机、电子战飞机、加油机等具有重要价值的大型作战飞机，从而削弱美军的作战能力。我国的军事专家则认为，这是有点夸大其词了。首先，这只是流传的一张照片，内容存疑，不一定就是空空导弹，可能是反辐射导弹。另外一点就是，此款导弹非常的长，达到了6米左右，因此这就觉得这款导弹无法装入歼20和 FC31弹舱。
这两弹仓放置长度刚刚好的霹雳15导弹上课。要知道，霹雳15的导弹长度在3到4米左右，而这款6米长度的导弹，则是没有任何可能装载得下这两款隐形战机的。而如果挂载在机身外面，又会大大的影响飞机的机动性和隐身性能。这样做属于得不偿失。况且现在霹雳15导弹已经够用，即使是要发展新的，也是能放置到隐形战机的型号。最后就是这个美媒给出的400千米射程，这是怎么分析的？仅凭一张不清楚的照片，是如何推断这款导弹有400千米射程的？只能说太过玄学。因此，美媒的分析并不可靠。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霹雳15导弹将是中国空军最为主要的远程杀手锏。